你國民黨還要躲多久？回答我！民進黨偷拐搶騙之所以能夠贏，因為他們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了，創造了大量的 IP， 半路出家臨時抱佛腳要偷拐搶騙，你搶得贏，騙得贏，還要醉生夢死多久？這麼多人跳出來罵鄭麗文，去跟孫中山道歉，這種邏輯都出現了。我這黑人問號，唯一的反共邏輯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未經台灣2300萬人同意片面改變台海現狀，但是台海兩岸14億跟2300萬同胞必須共同謀求兩岸和平的未來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我就問这件事就好了。这么多人跳出来骂鄭麗文，還要醉生夢死多久啊？不反共，去跟孫中山道歉，這種邏輯都出現了。我這黑人問號，2025年怎麼反共？你告訴我你怎麼反共？未經台灣2300萬人同意片面改變台海現狀，但是台海兩岸14億跟2300萬同胞必須共同謀求兩岸和平的未來。你要反人家片面改變你現狀，那你就必須要跟人家談你的共同未來是什麼。不要看到共產黨腦袋就抽風嘛！現在這個更新論述又不是要顛覆你的國民黨，也不是要顛覆你現在既有的論述。針對白色恐怖、針對馬場廳的事情，只有做一件事啊，把民進黨多年以來綁架在身上的紅色烈士這件事情，叫他們吐出來，揭開他們的老虎皮，揭開他們的偽裝色。民進黨的內核拿這些共產黨的烈士，拿這些紅色烈士來偽裝成綠色烈士，綁架話語權這種事情，你把他打爆了，鄭麗文把他踢開了，結果你去打鄭麗文，說他這樣會選舉不贏，到底是哪種會選舉不贏？每次講到白色恐怖，國民黨除了下跪之外，有沒有新的論述啊？還原歷史真相是錯的嗎？為什麼這一波對國民黨黨主席鄭麗文的攻擊會形成這麼奇怪的趨勢？國民黨的困境是什麼？討厭民進黨的人會到民進黨對立面，如果當他想要投票投贏的時候，那到對立面呢？現在有兩個黨可以選，一個是國民黨，一個是民眾黨。對國民黨來講，選舉選贏，他要集結大量的所謂的反綠的力量。這些反綠的力量裡面有各種各樣的人。國民黨跟民眾黨的意識形態顯然不完全一樣，事實上有很大的差別。可是為了要打下2025這一局，毛澤東已經在天安門廣場上喊的那一句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”這一句話，是1949年啊。2025年，在1949年，請問過了幾年了？但是他依然是反共論述，反綠共戰獨裁，怎麼會到這個時候還在把反共作為你的主要意識形態呢？可是問題是，他沒有更新，他的論述一直卡死。要更新這個，他會擔心選舉選不贏。為什麼？因為他會覺得我的選舉會被干擾。我借討厭民進黨、不討論意識形態的時候，我可以選得贏嘛？可是到了中央層級選舉的時候，你喊反共，問題是從1949年到今天，共產黨存在多久？共產黨從成立到現在都100年超過了。這些意識形態，他就擔心他選舉選不贏，但是他選舉繼續贏，他意識形態更新不了，所以他在大選又輸掉。所以為什麼國民黨一直在大選層級輸掉？因為他的論述沒有更新，一直卡着。他的論述永遠定格在412清黨的時候，就是我要堅決反共，一直停留在老蔣時代。所以呢，民進黨就可以雙頭吃，因為國民黨的論述定格了嘛，沒有更新了嘛。反蔣的時候我喊台獨，喊反威權，可是這些反蔣都不是台獨啊。那一些1950年代的政治受難者反蔣的絕大多數都是國際共運時期，也就是共產黨最興盛的時候，有大量的左派分子啊，到處自願的協助，就像吳石這種人，他可能是中共地下黨員，他可能只是左派分子，但基本上他們都願意跟共產黨合作。為了選舉選贏，國民黨吸了一大堆根本沒有國民黨理念的人，沒有國民黨歷史的人。但是國民黨作為一個成立了131年的政黨，他有很強的中心論述，他有祖宗家法，他有孫總理蔣總裁，他沒辦法逾越這個，你知道嗎？所以他論述又沒辦法更新，中間出了一個 bug。他的黨主席跑到對立面去喊台獨，就叫李登輝。國民黨從李登輝之後，整個論述工作幾乎屬於死亡狀態，所以他每一次喊這個理論，他就得退回到兩蔣時期，甚至退到412清黨的反共時候。他這個卡死是長年累月的，問題是這個政黨又那麼的久，他的中心思想又形成了一套很堅固如顽石的狀態，他的支持者待機壽命也都很長，現在人又壽命長，70、80年來就在反共這一套，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種矛盾型。地方選舉像大帳篷，什麼意識形態都可以，反正大家也不在乎。到了中央選舉，大帳篷收不回來，開始高喊意識形態，只剩下反共可以喊。但喊反共喊不贏民進黨，因為民進黨他把喊共反成抗中，抗中跟反共，反共護台，抗中保台，其實一體兩面。但民進黨可以靈活調度啊，因為你不論述啊，你不講你的反共是什麼，
或者你現在到底你的三民主義是什麼，你已經都不講，所以論述性的缺失導致他在面对任何歷史問題的時候，他只能選擇退避三舍，不斷把輿論陣地拱出去，直到鄭麗文天降奇兵下來，他太清楚民進黨這些都是鬼扯淡，把反共跟台獨攪在一起，把左派跟反威權攪在一起，做三浪流丸啊，結果就是整個腦抽風。現在大家灰了老半天，終於啊，在定宇的說法裡面，在蔡博士的說法裡面，原來都是為了選舉啊，所以不能更新論述啊。民進黨平反共諜你不罵，鄭麗文去追思，就說我不是追思共諜，我是追思白色恐怖的思想犯、政治受難者，你罵到爆炸，一直套他帽子說他在紀念无實这個共諜，為什麼有這個矛盾？他的困境嘛，他要更新論述，他就選舉不了，他要選舉贏，他就不想更新論述，卡死一根筋兩頭堵。一旦更新論述，就要跟民進黨 battle 理念，但是這些歷史對國民黨來講又卡死了，為什麼？兩蔣之後出了李登輝，李登輝是叛徒，所以沒論述了，卡掉了，沒人要做，就會出現那麼荒謬的事情，就是今天有一個國民黨黨主席，他不反共，然後國民黨的年輕黨員叫他去孫中山前面跪下，因為你不反共，這最荒謬的一個事情。國民黨不反共，甚至容共的開始是孫中山，孫中山從移共到聯共到容共，所以從歷史解讀你完全找不到鄭麗文的錯誤，可是他們從選舉解讀，他們就一直把鄭麗文是錯的。我只幫歷史的真相說出來，你連最基本的歷史都搞不清楚，你遇到民進黨，請問你怎麼打仗啊？你光嘴就被他打死了，你怎麼選大選啊？不反共要跟孫中山道歉，這種荒謬到極點的謬論都出現了。今天選舉就還離這麼遠，中華民國國民黨跟外省人在台灣的合理性完全脫離了歷史事實本身。今天原來談論國民黨在台灣的合理性要用省級情節來討論，談論中華民國在台灣合理性不是從開羅宣言、波茨坦公告到日本天皇投降詔書，而這些是蔡博士在我節目上公開講過的話，結果變成省級情節才是重點。1945年日本投降之後，在9月正式接受投降詔書之後，台灣在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陳儀等人帶領下接收之後，台灣的主權正式回到了中華民國，正式回到了中國。中華民國政府要在哪裡放他的中央政府，要放多少人，要簽多少人，那是他的治理，跟主權一點關係都沒，跟省級一點關係都沒。我們今天要選票，不是從事實真理出發，而是用偷拐搶騙出發。請問你跟民進黨差異在哪？那如果這樣從偷拐搶騙出發，你真的覺得你能執政嗎？你覺得選贏嗎？民進黨偷拐搶騙之所以能夠贏，是因為他們多年來已經形成一個有機的體系了，他們確實創造了大量的 IP。你這種半路出家臨時抱佛腳要偷拐搶騙，你搶得贏，騙得贏，所以為什麼你中央選舉不會贏，你地方選舉會贏？這整件事情的核心就這樣嘛，重點絕對在內政。2026的重點絕對在內政，100%。可是問題在於說，你在內政，你的主論述要有可防守性，你的邏輯自洽。為什麼今年這個事情特別嚴重？2025年的今天，整個國際地緣政治變化如斯啊，感受得很深刻。整個國際地緣政治兩岸形勢的變化如此劇烈，你還要拿那一套繼續講，那請問你怎麼說服你的選民？現在內政大家一大堆在放無薪假，台積電被搬出去，然後動不動這個制裁，那個漲關稅，那個 N+1，請問跟國際政治形勢有沒有關係？這個是有史以來跟國際政治形勢最有關係的一次地方選舉了。盧秀燕拿什麼樣的話語搪塞說他不想選黨主席？他說他要處理關稅戰，因為台中有很多中小企業。請問，回答我，你國民黨還要躲多久？地方選舉跟國際地緣政治沒有關係嗎？跟論述沒有關係嗎？川普上來你就不可能安歇在那邊吶，你處理不了兩岸問題，處理不了國際地緣的問題，你怎麼處理民生經濟呢？我說邏輯，你把邏輯給我。台灣除了台獨我們沒辦法溝通之外，台獨以外的我們都要溝通，都要告訴他時代在變。我們心裡面對中華民國那個情感是從小到大培育的，我們都高喊過中華民國萬歲嘛。那我們能夠一直喊中華民國萬歲到千秋萬世嗎？在這個中國5000年歷史之上，請問有哪個朝代超過1000年的？即便長壽如周朝800多年，所以很多時候不是我們心情裡面喊千秋萬世，我們心情是沉重的。我並不是說要滅這一些中華民國派的威風，我也知道中華民國派看的可能心情會有點低檔。你要論對民國我們有沒有情感，不要來指責我，你沒有辦法像我這樣堅持啊，給予很大的情感。但是大家了解到說時代在走啊，世界在變啊，有的時候情感是難以下車轉彎沒有錯，但是終究它就是要發生一些事情。